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学识 Plus。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保坂龙先生所著的《精神科医生教你50岁后的时间管理》这本书。今天视频的内容包括以下2个部分：第一，50岁后的新机遇；第二，规划第二人生，开启充实退休生活的5大步骤。首先是第一部分，50岁后的新机遇。在步入50岁之后，人们普遍开始明显感受到老化的影响，例如视力衰退、体力下降、记忆力减退等。然而，请换个角度思考，很多地区现代人的平均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，即使65岁退休之后，仍有至少15年的时间。如果只是被动、毫无目标的度日，未免就太过可惜了。因此，与其消极面对，不如将退休后的时光视为第二人生，去实现那些曾经未完成的梦想和目标。虽然身体状态有所变化，但50多岁仍是精力充沛的时期，加之丰富的人生阅历，身心会更加成熟。对于许多人而言，这一阶段孩子已经独立，经济状况较为稳定，时间与精神上也相对自由。因此，50岁正是开启新生活、迈向更充实人生的最佳时机。接下来是第二部分，规划第二人生，开启充实退休生活的5大步骤。步骤1，清晰规划第二人生的手册。在开启第二人生的过程中，首先推荐大家使用这本手册。通过把想法写在纸上，可以更清晰地梳理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明确优先事项，让第二人生的蓝图更加清晰可行。1、列出您想在第二人生中做的事情。在退休后，您将拥有充裕的时间去尝试和享受自己喜欢的事。那么，什么是您真正想做的呢？首先，不要设限，尽可能自由地列出所有您感兴趣的事情，不必考虑是否现实可行，只管把脑海中的想法记录下来。接下来，圈出那些可以立即开始的事项。其实有些事并不需要等到退休后，现在就能尝试。这样一来，您能更具体地想象未来的生活，提前行动，将让您比退休后才起步的人更快进入状态，顺利开启第二人生。2、寻找第二人生的灵感。如果一时想不出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，也不用焦虑，可以尝试以下3个方法，它们能帮助您找到方向。建议在身心放松的时刻，如洗澡后、喝茶或睡前进行思考。方法1，不要逼自己思考，不要被成本、结果等问题所束缚，而是单纯列出您所感兴趣的事。方法2，回忆童年时的兴趣，试着回想小时候喜欢但后来因种种原因放弃的兴趣，或许您能重新拾起对其的热情。方法3，思考不做就会后悔的事，回顾过去因为尝试而感到遗憾的事情，或者展望未来，思考如果不去做某些事是否会后悔。此外，这份愿望清单可以随时更新，养成记录的习惯，会让您对未来充满期待，逐渐激发对第二人生的热情。3、列出50多岁时应该完成的事项。明确了想做的事情后，接下来是列出50多岁时应当完成的事项，比如生活技能、学习烹饪、家务管理、建立邻里关系等；个人发展、考取资格证书、学习新技能、创业；生活规划、搬家、房屋装修、整理财产。写下计划后，就要开始行动。建议优先选择那些需要投入较多时间、体力和精力的事项。然而，50多岁依然是一个忙碌的阶段，许多人仍需兼顾工作、家务、照顾家庭等事务。因此，如何有效安排时间，是顺利开启第二人生的关键。例如，如果您的目标是学习英语，可以尝试早起30分钟学习，利用通勤时间听英语播客，每周末安排1个小时专门学习。与其等待有空再做，不如主动去创造时间，把目标纳入日常计划中去。同时，设定具体的时间表和完成期限，例如计划在某年某月参加某项考试，这样会大大提高实现的可能性。步骤2，以学习本身为目的，开启新的旅程。回顾过去，我们的学习大多是为了考试、
升学、就业、职业提升或转职，目标始终指向未来。学习本身并非最终目的，然而学习本身就是一种乐趣，它能拓宽视野、加深认知，让人生更加充实和幸福。因此，作者建议，50岁以后，不妨尝试以学习本身为目的，享受纯粹的学习过程。当学习不再是出于外部压力，而是源于个人兴趣，我们可以自由选择真正想学的内容，沉浸其中，感受学习的乐趣。此外，随着人生经验的积累，我们对事物的理解会更加深刻，即使是同样的知识，也能领悟到年轻时未曾察觉的本质。或许你也有过这样的经历，重读年轻时的书籍，或重新听到某条新闻，突然间领悟到了过去未曾理解的深意，模糊的概念瞬间变得清晰。学习还能将过往的经验串联起来，使零散的知识相互关联，形成更广阔的认知网络。换句话说，丰富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学习的养分。也正因如此，50岁以后的学习效率往往比年轻时更高。这不仅是岁月积累的智慧，更是年长者独有的学习优势。至于学习的内容，无需局限于传统学科，只要是自己感兴趣的，任何领域都值得探索。无论是天文学、文学、体育科学、历史、烹饪、电影，甚至是手工艺、心理学、艺术欣赏等，都是极好的学习方向。50岁后重新学习，不仅能增长知识，还可能成为开启第二人生的契机，帮助我们发现新的兴趣、职业方向，甚至重新定义生活的意义，让学习成为人生的新动力，让未来更加精彩。步骤3：重新审视家庭角色，明确自己在家庭中的角色定位，不仅能增强家庭归属感，还能带来精神上的安定感。特别是在退休后，如果有清晰的家庭责任，能帮助建立规律的生活节奏，避免因失去工作后的结构感而导致的生活紊乱。在重新审视家庭角色时，不必固守传统的性别或父母角色分工，而应灵活讨论，结合个人兴趣和曾经擅长的事物，例如是否喜欢打扫、烹饪等，这些都可以作为合理分工的一部分。这样的调整不仅能使家庭生活更加高效和谐，还可能带来新的乐趣，甚至帮助发现自己的潜藏才能。一般来说，许多男性可能在家务方面较为生疏，但如果从50岁开始尝试，到了退休后，他们能够更加得心应手，这无疑是一个宝贵的优势。当然，除了调整家庭角色，还应重新规划在家的时间安排，将新的责任和任务融入日常生活中。通过这种方式，不仅可以让生活更加充实有序，也能保持身心的活力和满足感。步骤4：提前花时间寻找家庭医生。为了让人生的第二阶段更加舒适，健康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。到了50岁，几乎每个人的身体都会在某些部位出现老化的迹象，因此比以往更加精细的健康管理显得尤为必要。在这一过程中，找到一个合适的家庭医生是关键。虽然很多人可能已经有固定的就诊医生，但不少人可能只是习惯性的选择某家医院或附近的诊所。然而，随着退休后时间的灵活性变化，如果医生离家较远，定期就诊可能会变得更加困难。因此，建议在50多岁时就开始寻找居住地附近的医生。这样做不仅能让医生更早地了解您的体质和健康状况，还能逐步建立起信任的关系。那么，什么样的医生才是合适的呢？首先，最重要的标准是能够与患者顺畅沟通的医生。他能够全面理解患者的身体状况，做出准确诊断，并清晰地解释病情和治疗方案，让患者感到安心。当然，每个人的偏好不同，尽管有些医生评价很高，如果性格不合，也很难建立起良好的信任关系。所以，找到让自己感到舒适的医生非常重要。比如，如果您偏好温和、冷静的医生，可以凭直觉选择那些让您感到放松的医生。
如果医生对症状仅仅归结为老化而不认真听取病情，即便其医术再高明，也很难获得患者的信任。因此，选择一个合适的医生时，年龄的接近度也是一个考量因素。因为一些身体上的变化，只有亲身经历过，才能真正体会和理解。步骤5：为自己创造公司和家庭以外的去处，避免成为退休难民。所谓的退休难民，指的是那些在工作中全身心投入，却没有培养任何兴趣或爱好的人，结果一旦退休就失去了生活的方向。这样的退休生活往往让人感到空虚，甚至在家庭中也无法找到归属感。即便家庭关系和谐，如果没有其他去处，退休后也可能整天围绕配偶转，会让伴侣感到不适。要知道，人生的第二阶段通常有15年以上的时间，如果始终处于退休后的迷茫状态，实在是太可惜了。为了让退休后的生活更加充实，应该主动与社会保持联系，并在退休之前就为自己找到一个新的去处。培养兴趣爱好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如果目前没有明确的兴趣，可以尝试参加文化中心或社区组织的课程，探索自己感兴趣的活动，例如观看电影、听相声等，也可以成为个人兴趣的一部分。如今，社交媒体的广泛应用让志同道合的朋友更容易找到。借助这些平台，能够通过兴趣结交新朋友，拓展新的社交圈。除了培养个人兴趣，还可以参与志愿者活动，找到常去的商店，加入运动俱乐部，甚至报名参加社会人课程进行再学习，与不同年龄层和背景的人建立联系。不依赖头衔和社会地位的社交关系，会带来全新的体验和启发。最重要的是，选择自己真正感兴趣的事情，而不是因为流行或便利性等外部原因而随便参与，否则很难坚持下去，也容易陷入退休难民的困境。如果发现对某个活动感兴趣，就大胆去尝试，不合适的话也可以随时放弃。兴趣不仅是消遣的方式，也是建立新社交圈的工具。有多个兴趣爱好，意味着可以参与不同的社群，扩大社交圈。在新的社交圈中建立良好关系的关键是保持微笑，记住对方的名字，并尽量避免强调自己过去的经验和资历，以开放的心态融入新环境。您的令人兴奋的时间也会随之增多。随着年龄增长，如果只是重复过去的生活模式，那么刺激和挑战的时刻会越来越少。但如果能找到新的兴趣和学习机会，退休后的生活将会更加充实和精彩。是否能够拥有一个精彩的第二人生，往往取决于50多岁时如何度过。此时正是探索新事物、结交新朋友、寻找兴趣的最佳时机。赶紧行动吧，让未来充满更多的期待与活力。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。如果你喜欢我们分享的内容，记得点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通知，第一时间获取我们的更新。在下次的节目中，我们将继续为大家分享更多有益的内容。再次感谢大家的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